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Ben 桑日本漫谈，一起品味日本。不知道大家到日本旅游的时候都会去看什么地方呢？我常常觉得很多小地方比大的景点设施还要有意思。我可以提供一个有趣的小地方，大家下次去日本的时候也可以仔细看看。在日本，不管这条路有多繁忙，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走在斑马线上，就算有转弯的车子开过来要转弯，日本的行人都很少像台湾一样要用跑的赶快过马路。这跟今天我们要讲的交通问题有关。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每年都会针对在台湾的邦人制作台湾在留邦人安全手引，透过整理第一手的现地情报，确保在留邦人的安全。每年都会有一个章节是专门讲台湾的交通，每次我都读得惊更小。最新的2023年的版本第19页讲台湾的交通事故对策，开头就写到，在台湾，相较于日本，遇到不遵守交通规则和礼仪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我们从客观的统计数据来看，台湾的人口是日本的1/5。不过，台湾2021年发生35.8万件交通事故，日本全国只有30.5万件。换算下来，每年每1000人交通事故数，台湾是15.4件，日本是2.5件。说白话一点，在台湾，我们每个人每天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是日本的6倍以上。我随便念5则白纸黑字写在日本大使馆台湾安全手引的注意事项。第一，台湾司机倾向优先考虑车辆而不是行人，常常没有像日本那么良好的驾驶礼仪，所以要时刻注意这一点。第二，无论在什么时间点，绿灯过斑马线的时候，都要仔细确认周围的车辆。第三，汽机车可能会突然从大街小巷冲出来，所以要仔细确认巷弄的情况。第四，在台湾通常会把机车停在人行道上，也会有驾驶在人行道上骑机车，因此在人行道行走的时候，也要留意前后机车行驶的状况。第五，在搭公车和计程车上下车的时候，要确认机车是否从车辆和人行道之间穿过。日本大使馆写得很含蓄，但身为台湾人，我们不能不反思，里面很多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活的常识。比方说下计程车开车门的时候，确认后方有没有机车冲过来，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吗？在台湾会有谁不知道？不过日本人来台湾没有这样的常识，可能会遭遇到交通的危险，所以大使馆特别写出来叮咛来台湾的日本人。我自己在日本住了将近10年，但过了10年，我也没有习惯过来的是日本行人过马路的从容。我在日本跟朋友过马路的时候，曾经被日本朋友问过，过马路为什么要跑？这个问题真的是灵魂拷问。可能因为这个台湾文化的 DNA 是放在生命安全跟求生的类别，所以我在日本10年都没有办法覆盖掉。比方说，在台湾过马路的时候，行人号志是绿灯，我们守法的走在斑马线上。不过同时就一定会有待转的车辆，不断的逼近斑马线，不断的试图靠近我们，让我们觉得只要在斑马线上多停1秒，都可能瞬间人间登出。然后只要我们在斑马线上前后有一点点空隙，那些待转的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都很自然的会钻进来，在我们前面也可能在我们后面。对一个行人来说，真的超级危险，一不小心就会直接擦撞到，甚至就此 game over。如果我们从数据上找答案，2023年日本人口是1.2亿，有6200万台非营业用4轮车，200万台2轮车。台湾的人口是2300万，有720万台4轮车，1440万台2轮车。我特别去计算每1000人保有的4轮车跟2轮车数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日本每1000人保有的4轮车是508台，大于台湾的310台。但日本保有的2轮车是16台，远小于台湾的620台。很明显的，2轮车数量是台日最主要的差距。要强调一点，我这里不是说2轮车就是不好，4轮车就是好棒棒。相信大家在台湾作为一个行人的体验，老实说，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都很可怕。如果这是我们在统计数据上看到的现状，那台湾我们有什么可以努力的方向呢？台湾道路交通其中一个危险就来自于随便的路边停车。像台北有很多狭小的巷弄，左右两边停满了机车、汽车，
剩下1台车宽的道路，行人当然被迫与车争道，险象环生。1962年，距离现在60多年前，日本就通过了自动车保管场所确保法，俗称车库法。车库法强制汽车持有人有义务确保汽车的停放场所，禁止把道路当作汽车的停车场。透过加强对汽车停车的规范，避免交通的危险，并保持道路的畅通。简单说有3点。第一点，买车的时候必须提出停车位的证明，由车主居住地的警察机关来开立。第二点，停车位可以是购买，也可以是租用。第3点，停车位必须与居住地在2公里以内。而透过车库法，提高了购买汽机车的门槛，有效地抑制了机动车数量的成长。马路不应该变成任何人的私人停车场，更不应该为了一己的方便牺牲行人的生命安全。反观台湾，我们就没有法律去规定民众在购车前必须要先买或先租停车位，所以到夜晚就是 My City My Home， 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停车场。更夸张的是，在2022年开始，法律上大幅限缩台湾民众的交通检举范围，比方说红黄线违停。遇到的时候，我们用路人竟然没有办法检举，只能报警等警方到场排除。台湾的道路安全修法已经落后了日本60多年，而我们还要让这个差距持续扩大吗？日本另外一部道路交通法在1960年设立，详细记载了严格的车辆行驶规定，并逐年加重交通违规的罚金。最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行人的安全，有一个严重的交通违规，叫做步行者妨碍。我这里分享2个在日本的实际案例，也是在台湾大家可能每天都会遇到的状况。大家边听边猜猜看，这样在日本会怎么样呢？第一个，开车转弯的时候，斑马线上有行人，不过看起来行人好像停下来要让车辆先过，所以开车的也没有多想，就直接开过去了。当然没有任何受伤或是事故。第二个案例，行人在对面车道刚踩了2格斑马线，很明显的还有距离，所以对向车也没有多想，就直接开过去了。同样也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我刚好找到一个类似状况的影片，在东京的银座，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好了，大家看到最后，警察都冲出来了。我们公布答案，这2种情况都是违反了道交法的步行者妨害，罚则是9000日币，虽然不多，但加上扣点数2点，只要扣到点数6点就吊销驾照，没有错，就是吊销驾照。听到这里，在台湾有开车习惯的驾驶，反应大概是哈，那样呢？没错，日本就是这样保护行人的安全。矫枉还需过正，特别是行人，很明显的就是在道路上最脆弱的一群，所以行人的优先顺位当然应该要最高。当这样的意识贯彻到所有驾驶的身上的时候，呈现的就是我日本朋友在日本过马路的时候问过我的那题：过马路为什么要跑？体现在数字上，就是台日之间6倍以上的交通事故几率。就算前阵子立法院有立法，在台湾不礼让行人也要开始重罚6000元。但是所谓礼让行人的定义，还有对行人的保护，还有力度，跟日本有天壤之别。另外，酒驾也是台湾的另外一个痛。一次的酒驾带来的是2个以上的家庭陷入痛苦的深渊。2022年，日本因为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是2167件，台湾是7849件，而台湾的人口只有日本的1/5。大家到日本的居酒屋或是酒吧，应该有看到类似这样的海报。从2007年起，道交法进一步的扩大，针对提供酒精饮料给驾驶人及提供车辆给饮酒者的行为，课予连带责任，对最容易肇事的酒驾有强大的吓阻力。也就是说 ，A 老板开了一个餐酒馆，有客人在 A 老板这里喝了酒以后酒驾，作为酒精饮料的提供者 ，A 老板也必须负起连带的责任，3年以下的惩役跟5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当然，对车辆的提供者跟同乘者都必须达到连坐的受罚，吓阻力十足。反观台湾，虽然有模仿日本采取连坐法，但只罚同车的乘客，吓阻力明显比日本弱得很多。日本朋友来台北，常常感到惊讶的是，交通费好便宜。在台北，捷运搭1站的起跳价是20块日币，
在东京，从涩谷到惠比寿只有1站3分钟的车程，要价146日元，大概是35块台币，是台湾的1.7到1.8倍。不过，虽然拥有平价的大众运输，台北的大众运输使用率却没有东京来得高，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这里，我提出2点原因，主要是整体政策跟规划的问题。第一是历史工业，战后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比起铁路更重视公路建设。许多铁路遭到裁撤，但公车又没有办法满足大众的交通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机车大量的普及，导致恶性的循环。许多县市哪怕后来有了大众运输，大多数人的通勤首选仍然是机车。第二，缺乏铁道带动郊外的都市开发。日本大概100多年前开始，就为了舒展大都市的人口压力，开始了郊外铁路住宅建设计划。比方说，像东京现在很有名的田园都市线，就是东急一手打造以铁道为主体运输的住宅社区。住宅区分布在车站的可步行距离内，并且由铁道会社设计开发车站的周边，有可以满足社区生活机能的商店街，包括各种商场、饮食，还有各式的商店。而生活机能因为在自家附近就可以满足，所以维持长期没有开车的生活也十分容易。我自己在日本10年，既没有买车，平常也几乎不需要开车。这样的设计概念也变成往后数十年日本都市扩张的主体，以不动产开发的利益来支撑更绵密的铁道运输路网，进而达到开发新市镇造镇的目标。而铁道公司在造镇的时候，必须有长期的规划，否则在炒作一波房地产之后，如果没有实际的人流进驻，后续的铁路建设跟维持就会变成烫手山芋。所以铁道公司想破头，就是要做长期投资，用更细腻、更人性化的规划，着眼长期发展的目标。反观台湾，台北市近郊的林口新市镇或是淡海新市镇，都是动工几十年后才有后续捷运的支持。许多其他的重划区或是新市镇，到夜晚看过去根本都是鬼城，没有几户亮灯的。哪怕你硬搬进去，生活机能也没办法满足。当下台湾不动产开发的丰厚利益果实，并没有回馈到大众运输路网的开拓，也缺少对新市镇长期经营的视角。往往一波波热钱炒过以后，剩下的就是一间间投资客的空房，等下一波的接盘侠。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老实说我很犹豫。人都喜欢听好话，批评跟谏言的声音往往不讨喜。不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型频道，我不想只做那些台湾好棒棒的内容。从大家的留言，我知道这个频道的观众素质真的很高，所以我有责任持续透过这个频道介绍不同的视角，让大家可以一起把台湾变得更好。今天介绍了日本的车库法、道交法、都市开发，而今天没有介绍的，包括马路的设计、标线等，台湾都有很多的改善空间。大家觉得台湾的交通安全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或者还想要听怎样的内容，也欢迎许愿。如果这样比较有挑战性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要特别拜托大家订阅跟开启小铃铛，用点赞和分享一起来守护台湾的交通安全，让我们用知识的力量改变台湾。